嘿，我是米露，我是哥哥。Plus 公告006期出来喽。那这一期又会有什么劲爆的消息呢？首先我们来到了一海的海盗村。那这一次的情报里面跟海盗村是有关联的哦。首先我们来看到公告的第一张图，有一个邪恶的脸，后面还有陨石落下，即将撞击岛屿，这是什么劲爆的消息呢？第一则消息，展位里热闹非凡，突然爆发的情绪让供应商感到不安。这则情报啊字蛮多的，米露取中间这一段就好了。目击者称，摊主当时正在准备一种新的香辣爆米花配方，直到一位高大沉默寡言的顾客走向摊位，片刻之后，玉米粒开始剧烈摇晃，然后发出一连串尖锐的爆炸声。第一则消息故事呢，跟我们前几期的公告内容啊，有一点提醒的意味，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一颗应该是要重做的其中一颗果实。那米露能想到的果实就是海盗村的切磋果实，但是之前已经有重做过了，然后再来是烟雾果实，因为它长得像爆米花，就跟它的消息是很类似。然后再来是炸弹果实，因为它有叙述说有一位顾客走向摊位，然后它就爆炸了。那爆炸米路人想得到的就只有炸弹果实哦。这是第一则故事情报。那你觉得是哪一颗果实会重做呢？记得在底下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哦。情报二，祭之潮，炼水之道。情报二呢，给我们的消息是在这个水下城市，跟后面这一位水功夫老师姓平是有关系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情报的图片，图片内呢是两位老师，然后下面有学员，啊，这是鱼人的种族哦。内容是课程正在向有兴趣学习新技术的人开放，从基础训练到进阶训练，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那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任务，跟我们龙爪拳的 V3 是一样的哦。基础学员目前正在学习水功夫的新流体基础知识，而经验丰富的战士则继续磨练鲨鱼人空手道的凶猛精准度。从事艺术的人说，他们的动作感觉更敏锐、更专注，就像他们的风格中唤醒了某种深层的东西，也许是一种迹象。这表明战斗潮流正在改变，甚至最古老的风格能有发展空间。这一则情报我们可以看到的消息，从事艺术的人说，这个应该就是制作神圣的艺术的这位工程师，他来叙述说，这个拳法要增强的内容更敏锐了。那鲨鱼人空手道凶猛度、精准度又更高了，可能他们要在拳法里面新增了新的 NPC， 让你去完成以前的拳法也全部都可以增强，所以他们现在是一个一个去增强哦。目前是鲨鱼人空手道系列的，从水功夫到鲨鱼人 V2 这一系列可能都会去增强哦，所以他才说最古老的风格能有发展的空间。以上是米露对这一则情报的个人看法，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记得在底下留言跟大家讨论你的想法哦。第三则情报，堕落之后的斗士。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片，有两个人在拳击的比赛场地内互殴。情报内容，当地人说他从来没有赢过，一开始从来没有。有人发现了一名浑身伤痕、缠着褪色绷带的孤独战士，正在向竞技场的观众逐一发起挑战。每一场比赛一开始就输掉，但是在失败前夕才重新站起来。他没有说话，他只是不断的重新站起来。情报的内容啊，可能要跟我们叙述的是，官方未来可能可以在竞技场里面放了一个 NPC， 不管他是 BOSS 还是像山海的木头人一样，可以让大家来练习。那可能这个是一个让你练习 PVP 的一个场地。那你没有其他玩家可以练习的话，你就可以找这一位 NPC 角色，因为他可以不断的打败他，然后他会再次的站起来。这是米露的想法，你看你的想法是什么？请在底下留言，大家讨论哦。我们看最后一则情报。最后一则情报，萤火纪事，荒野求生。看到图片里面的叙述啊，是有一位割了草药，然后身上会发出红色的箭头向上，我仿佛增加了什么能力。绿色的这一位呢，他仿佛是增加了他的肌肉强壮度，可能是攻击方面的哦。情报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州立公园的露营者开始深入森林，带回了奇怪的草药、稀有的肉类，以及他们拒绝分享的食谱。这个跟上期米露提到的制作里面有食谱，真的被我米露猜中了哦。有些人声称现在吃饭不只为了填饱肚子，我的伤口一夜之间就愈合了。一位徒步的旅行者说，我觉得是我家的发光根，又或者是因为河蟹。这几句的内容啊，让米露想到了官方可能要添加了以后可能要采草药啦、道具啊，然后还要去抓螃蟹，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在 Bloodfoot 里面去赶海吗？抓螃蟹哦，各位。最后，无论原因是什么，火坑都比以前更热闹。在这里，食物不再是为了生存，它正在成为一种无声的力量。整个情报看起来，我们未来就是要在米露身后的这个果堆，可能可以制造一些食物啦、药水啊，来增强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图片里面的防御率啊，或者速度啊，或者是攻击。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006期这一次呢，也有官方的 Q&A 哦。我们来看一下玩家的问题以及官方的回答。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玩家的问题：所有的神话果实都会被重新制作，与龙重力等新的神话果实相媲美吗？官方的回答：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每种水果都具有其独特之处，拥有最大变身的龙，拥有建造模式的创造，拥有多量 MV 的重力，拥有流畅空战的老鹰。很快，更多的果实将达到一定程度的可比性，目的是让所有神话果实都以自己的方式产生同等的影响。官方的回答里面呢，它就是讲了所有的果实，他们都会把它做独立的特性去制作。所以如果龙果是已经最大的变身了，就再也不会有果实会变得比它更大，类似这种模式。第二位玩家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加入一些特别的 Robux 活动，狩猎啦、鬼屋啊、经典啊等等。官方的回复：我们通常会收到参加这些 Robux 活动的邀请，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因为我们更专注于推送玩家正在等待的我们自己的更新。官方的回答内容已经解答了麋鹿的疑惑，就是每一年为什么狩猎 Grassroots 的官方都不会有活动呢？原来他们集专注之力在为我们更新啊！你相信吗？麋鹿是觉得有点片面之词，他们内部还是有一些状况。但是经典希望会更好一点。第三个玩家的问题：我们会得到更多子类别吗？如果是，它是否仅对海上活动有用？官方的回复：好问题。船匠的子类别是我们第一次试运行，它让我们深入的了解玩家对子类别系统有何喜好。虽然我们将扩展这个想法，但未来的版本将被重新命名和重新定义，以更好地反映他们在游戏之中的重要性，并提供超越海上事件的更多令人兴奋的进展。请留意这些公告中更多新闻以及下次更新。哇，官方回复的这个问题也是麋鹿一直想知道的，船匠的功能到底能不能再更好一点，能修更快之类的，还是有什么新增的能力哦？这一位玩家问得非常好哦。那官方也讲到了，未来船匠的系统啊将会再重新被改名字，还有它的方式将会跟原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哦，会出现新的船匠系统。那可能的话就是在下次的更新会出现哦。版本27内容海上事件又会有新的变动哦。第四位玩家的问题：赏金已经有近3年没有人动过了，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可以狩猎的东西了吗？官方的回复：赏金制度肯定要重新检视，我们正在探索称为声誉的新的统计数据。这个想法是随着赏金的增加，这个新的统计数据也会增加，但赏金并不是提高赏金的唯一的办法，这个属性比赏金更重要，但不需要你透过 PVP 来获得它。这是一个即将推出的功能，但不是本次更新。官方的回答里面我们看到了，除了赏金的机制，它又要推出一个声誉的系统哦。就比如说你在海盗这一边要去做什么任务，你就可以增加它的声誉系统。那系统可能会有等级的排列，那等级排列又会拿到怎样的称号或者是奖励呢？那因为它是不需要透过 PVP 来获得咯，所以对 PVP 的玩家是一个蛮好的消息。但是这个更新可能要等到下一次或下一次哦。最后一个玩家问题：在开发过程中，您是否放弃了一些希望能够继续使用的系统或功能？官方的回复：我们对 Queen 重做的早期开发已经基本完成，它包括了提升成员和分配角色的功能，但我们最终放弃了它，并彻底重新考虑这个系统。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让团队更具沉浸感和意义，透过层层不同的功能来控制您的团队并进行活动。这位玩家所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游戏之中海贼团的功能啊，官方有没有要继续的重做，或者是开发新的功能？官方的回复内容就是他原本已经把它做好了，但是最后放弃了，又再重新考虑整体的功能，想要让它更加完善一点，更具备沉浸感，然后还可以透过不同的功能来让团队的合作默契更好哦。以上是5个 Q&A 的内容。节目的最后就是上期所提到的玩家所投稿的创造果实的创造内容。我们来看第一张图，哇，是一部车子而且还是一部跑车哦，因为它有做尾翼哦，真的是太厉害了。第二张图，这张图它所做的是船舰，它后面有一个船的模型，然后它来做参考。第三张图，哇，是一只霸王龙然后还有陨石丢向它然后它的眼睛啊是靠后面的太阳来发光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第四张图，哇，是一只蝴蝶，然后它这个要花很高的高度，然后往下俯瞰才看得到，真的是太有创意了。第5张是一个巨魔的脸它连这个都做得出来，这个要非常高然后要在空中俯瞰，然后其他账号在这边分工合作，把它拼成一张巨魔的脸，太有趣了，这位玩家。第6张图，哇，是一只龙它就在空中做成了一只龙啊，这个玩家真的太有心了，而且要不停的在空中制作，太劲爆了。第7张图，这位玩家他做了自己的海上城堡哇，真的太用心了，这个最少要4、5个玩家的量才可以做成这个
海上城堡哦，真的是太有心了。第8张图，这个是一个摩天轮诶，然后我儿子说这个是阿紫做的，所以这个是阿紫投稿的吗？也上榜喽，他已经出来喽，为我们亚洲的玩家透露出一个新的曙光，真不愧是阿紫。第9张图，哇，埃菲尔铁塔都出现了诶，这些玩家真的太厉害了。最后一张图，他居然制作了超级玛丽哦，还有他的坐骑优喜，太可爱了啦！这个玩家真的太厉害了。最后这一张，麋鹿真的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啊！这个真的，这个是麋鹿小时候最常玩的电玩游戏，超级玛丽。以上是这一次公告006期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你的想法跟看法，记得在底下留言，让麋鹿知道哦。我是麋鹿，我是哥哥，我们下期公告见，拜拜。